不要在已经不爱你的人面前掉眼泪，也不要妄图用眼泪留住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。他都不爱你，又怎么会在乎你的眼泪呢？所以我背过身，不让他看见我此刻的狼狈。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相爱了6年，却在今天，距离我们成亲还有1个月的时候，突然跟我说，我好像不爱你。如果你依然要成亲，我还是会娶你，只是我对你没有心动了。可笑吧，好像他才是善解人意的一方，毕竟给了我选择一般，无论我是否嫁给他，结局都只能由我自己承担。就在我准备将一切说开，好聚好散之时，现实还是跟我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。母亲，我和生生有件事要跟您商量。你们且等等，我也有件事宣布。我用顾家世代军功为你和生生求了一道赐婚圣旨。皇上听闻你们6年情谊，很是赞赏，说是实属难得，你们也莫要辜负了圣上的好意。让母亲费心了。你们适才要跟我商量什么？赐婚旨意莫迹未干，此时若执意退婚，无异于将陛下的恩典与威仪公然践踏。况且预测婚约断没有收回旨意的先例。生生，此事非同儿戏，一念之差，便是祸期满门。为什么要把我逼到如此境地？为什么让我进也不对，退也不能？这或许是老天给我们的另一次机会，就当一切没发生过，重新开始，行吗？还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就这样，爱情长跑的2个人，面对同一场婚礼，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情，却没有一个是为了兑现曾经6年相处的点点滴滴。将来我娶生生的时候，定让这北定城夜空通明，为我的生生献上漫天烟火，作为我娶你的见证。你还记得？什么？原来不是啊。今日酒饮多了，早点歇息吧。鱼游在水里慢慢地飘，水迎着雨轻轻地笑。太子殿下，贵妃娘娘找您一整天了，您怎么还在这儿放烟火呀？他给的温暖是偷来的烟火，点亮一夜，却把我烧成。你不用装睡，不想同房，不想与我成亲，大可直接说出，不必如此。你不用装睡，不想同房，不想与我成亲，大可直接说出，不必如此。对不起，生生。小姐，您最近是不是在学骑马呀？是去过几次，怎么了？忽夜近日，长雀城南的马场一待便是大半日。我想起以前每次您学新东西，我也都会陪您一起，肯定是知道您喜欢骑马，先给您一个惊喜。你不用为我学对弈，你又不喜欢。喜欢？怎么不喜欢？生生喜欢的我都要学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老夫人让我给你端一杯深茶。谢谢。在洗什么？练练笔罢了。我也一早也去了马场，小姐今日过去定能遇到他。我进步的快不快？骑得越来越好了。太可惜了。什么？为何你早早就成了亲？为何你早早就成了亲？御赐的婚约，所以我知道，所以成亲前我约了你好多次，你都拒绝了。我已经成亲了，彩儿。那为何现在又答应出来见我？你很热情，很难让人拒绝。生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是……哦，她是老师的女儿，叫林彩儿。这位是我夫人谢如胜。顾夫人真是个大美人儿。谢谢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不想你为难。顾夫人，后会有期。原来是你为了他才来的这里。是受老师之托教他骑术，之前你心情一直不好，所以没告诉你。我在你的书房里看到过他刚刚用的那根马鞭。哦，上次他落在马场，我替他拿回去，你别多想。是吗？你不信我，所以今天特意来找我，你怀疑我。
你还有？我学骑术半月有余，没工夫怀疑。我不知你也对骑术感兴趣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只陪夫人，好不好？那天他陪了我一整天，极尽耐心。只是后来我才明白，相爱的两个人，如果突然断了联系，那一定是有人代替了你。夫君，林小姐又派人送信过来，这已经是第3回，还是退回去吧。退回去吧。是。送信的人有没有说他最近怎么样？送信的人是林小姐的贴身丫鬟，说是他们小姐消瘦了很，经常以泪洗面。程离，顾程离啊，怎么了？你若有公务，去忙便是，不用在这里陪。啊，确有一事，内务那边催了很久，我需要亲自去一趟。今天看着要下雨，记得带伞。好。小姐，顾公子来了。小姐，顾公子来了。憔悴成这样，怎的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？你不是再也不理我，还来找我做什么？何事如此慌张？少爷书房窗户忘关了，大风把房内东西吹得到处都是，要赶紧去整理。我来，你去忙吧。是，夫人。彩儿，我不敢再见你，怕什么？怕你忍不住这样对我。我试过忘记你，真的试过，可每次最后都拗不过自己。现在我想通了，名分我也可以不要，就让我待在你身边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今日吃了太多酒，一是不……今日吃了太多酒，一是不……既然是新鲜呼吸，闭上我真的哭吧，让眼泪说话。彩儿，顾郎，爱已走远，只剩下伤疤，心跳声。这么晚，怎么还没睡？去哪儿了？哦，内务那边有点事绊住了脚。这盆兰花我精心养了多年，今日发现根茎烂，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救不活了。你若喜欢，再买一盆便是。有人看到你去了林府。哦，我陪李毅一起去见老师。李毅上个月就随着调令去了锦州。其实是王冕，他前2天跟老师有些不愉快，今天特地去赔罪。昨日宫中宣林大人议事，直到今天也没我。那就是王冕不知道老师不在，跑空了。怎么了？我以为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，原来不过也是喜新厌旧，俗套一场。一块建议4000的遮羞布，也被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说什么你不爱了。哼，你以为一句不爱了就能遮住你骨子里的背信弃义？笑话！对不起，生生，对不起。我对脏东西过敏，恶心至极。和离吧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准。生生，男人难免逢场作戏，你是正室，要有容人之量。你放心，有母亲在，任何人进这院子都要经过你的同意，他们动摇不了你的地位。谢母亲维护之意，但人与器物终究不同，器物可以与人共享，但人心不能。我的丈夫可以无权无势，但不能无心无情。您说的容人之量，儿媳也明白。但若儿媳所求仅仅是正式名分和一座不会动摇的院子，那么当年可供选择的门第又何止顾家这一处？如今情分已尽，破镜难圆，这正式的殊荣，儿媳不要也罢。这正式的殊荣，儿媳不要也罢。御赐婚约岂是儿戏？今日若因你和离，打的不仅是顾家的脸，更是折嘴圣上的威名。我顾家世代军功，绝不能出此等让天家蒙羞、让世人耻笑之事。跪下。
若不是你成亲前犹豫不决，我何至于求那道圣旨？只是不曾想，你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我仅仅一直知晓彩儿的存在，那你为何还要？糊涂！你以为那道圣旨求的是你儿女情长，还是他谢家清明啊？我求的是皇帝对我顾家的信任。如今太平盛世，无军功可立，若无谢家在朝中转弯，我等军功世家便是无根之木，顷刻可倾。你应给朝三暮四的勤奋，比得了我顾家这么多年基业吗？母亲，这次是个意外，我知道错了。生生，他不会原谅我。哼，那不过是因为他以为他还有路可退。小姐，顾家将和离的事儿一拖再拖，分明是故意刁难。您为何不请老爷夫人出面主持公道？老夫人答应我，今日宴席结束后便向陛下陈情。此事本就不甚光彩，待回府后再与父亲母亲分说也不迟。生生，走吧，这里浊气太重，一会儿再沾染了什么脏东西。我们之间一定要如此吗？生生，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夫人去哪儿了？奴婢不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少夫人她……哎呀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劳驾各位跟老身一起去看看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怎么了？来人，即刻接拿奸夫，不得有误！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此乃我顾家家门不幸啊！生生，你太令为娘失望了。我顾家待你不薄，城里对你更是真心实意，你竟做出此等不知廉耻、辱没门楣之事！不知羞耻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家门不幸啊！然而，她终归是我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媳，我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。今日之事若传扬出去，我顾家颜面扫地是小，她的一辈子就毁了。顾家这时候啊，还替她着想，真是仁至义尽。就是啊，孩子，听娘一句劝，只要你肯认错，与那奸佞断绝来往，安心留在府中，好好做你的顾家少夫人。今日之事，我顾家替你担了，只当是风吹过，了无痕迹。你依旧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媳。若即便如此，生生依然要和离开如何？生生依然要和离开如何？他是聪明人，自会权衡利弊，留下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若他执意要闹，身败名裂的是他，私德有亏的也是他谢家。届时我顾家方可安然无虞，更能以受害者之姿得胜心垂怜。母亲考虑周全，是孩儿让您费心。好一个风吹过了无痕！不过让我留下做顾家的儿媳，怕日后你们无福消受。生生，你该知道怎样选择对大家都体面，留下顾家不会亏待你。若非要闹得难堪，休怪顾家不讲情面。不讲情面？你们有心吗？知道什么叫情面吗？太子殿下，让您看笑话了。孤方才来的路上，恰好撞见一鬼鬼祟祟的家仆，已命人拿下。做了什么？自己说。我是顾府的一名杂役，因赌债缠身，听闻少夫人房中有贵重首饰，遂起意行窃。结果刚进来，发现少夫人正在此休息，我一着急便跳窗而逃。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原来是盗窃未遂，怎么到顾大人嘴里就成了私通奸夫了？此人分明不是刚才跳窗的人。顾大人怎么知道？莫非刚刚跳窗的人你认识？亦或是人就是你安排的？太子殿下说笑了。殿下明鉴，既是刁奴作祟，老身定当严惩不贷，给生生一个交代。望老夫人牢记今日之言，严加管束，上下整肃。宴席在即，顾府众人却表现得很不寻常，小姐务必谨慎啊！朝堂之上可有新消息？太子殿下近日正在彻查北境军饷案，搜集各方罪证，又牵扯到顾家。申其安，我想和殿下做笔交易。既然婆母不想我与夫君和离，那此事便到此为止。真的？我给过你们阳关藤，是你们偏要逼我开鬼门关。既然你们不要提点，那我就亲手为你们送葬。
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怎的回家也不提前捎封书信回来？快，先进屋。母亲为何此次准许生生省亲如此之久？他虽已答应不再和离，难保心中有怨。之前府中生意、朝中人脉皆是他一手经营，如今必须早做打算，将这些命脉收归己用，方可安枕无忧啊！母亲考虑周到，儿子受教。殿下觉得如何？殿下。依你。谢殿下。小姐既与殿下是旧识，何必谈交易？您开口，殿下定会帮您。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我与殿下久未来往，早已物是人非。人心瞬息万变，唯有利益永恒不变。往事如烟，不必回首，此刻的温暖足够承受。风雨再大，共尝。别信鬼神，信我。事事不如意，我如你。平手悠悠，在梦远游，我们在夜空展展。支撑顾府偌大基业与朝中风光的，归根结底是雄厚的财力，经济才是顾府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太好了，若这笔皇商订单谈成，咱们顾家日后在江南的进项，怕是要翻个1倍都不止啊！确实是个好消息。如此一来，不用多久，这家业便能顺顺当当的交于你手上。只是母亲，这批贡品丝绸需垫付的数额巨大，远超府上现银所能支撑。儿子想着可以向我们一直合作的锦城4大票号加大借贷，他们给的利息已是市面上最低，若能如期交付，利润足以让我顾家的根基再厚3成。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加大借贷确实一条路子，与票号的往来，此前一直是谢如生单独打理。借此机会，你若能将这人脉牢牢握在手中，倒比利钱更有价值。小姐，若他们心生警惕，不肯向那4大票号追加借贷，我们当如何？林采儿那边动静如何？依您吩咐，已将风声透了过去。他已接连5日去府门前苦候，顾城里皆闭门不见。如此，顾府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更盛大的胜利。只要赢的诱惑足够大，他便一定会跳进这精心为他设下的陷阱。少爷，林姑娘又来了，在门外求见。你终于肯见我了，为何非要闹到人尽皆知？你可知我等你等了多久？自那晚之后，你便对我不闻不问。知道那天晚上不过是场意外，怪我引得太多。意外？你的意思是那晚的事你不愿认了？那晚的事你不愿认了？采儿，我与谢如生和离牵涉陛下旨意，此事若赢你，便是自毁前程。你再容我些时日，待我稳住局面，定风风光光接你入府。等不了了，顾郎，我等不了了。我有了你的骨肉。说什么？真的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让我留在你身边吧。好，你既怀了我顾家血脉，我绝不负你。诸位与我顾家合作已久，顾某自是信得过。只是这契约中写明，贵号可随时撤回借贷，是否过于严苛？顾大人，此条规定一向如此。往日与少夫人下，他都特地言明，此为双方互信的根基。莫非武商未曾与大人交接此事？大人眼里看的都是国家大事，我等商贾营生，怕是从来就没放在心上。既然顾大人心存疑虑，看来此番合作是我等冒昧了，告辞。诸位留步。是在下失言了，此前确是内司打理，但日后所有事务皆由顾某一力承担。既是约定俗成的规矩，顾某自当遵从。这契约我们这边签了吧。小姐，顾城里已在月华沙契约上落印，此刻府中正张灯结彩，彻夜欢庆。他既这般得意，我便再为他备上一份大礼。一个双喜临门，月华沙的订单刚落定，边境的客商就又加购了军马与皮草，和该我顾家声势更上一层。少爷，但这批加购，对方并未支付定金，数额巨大，是否再斟酌一二？对方向来恪守银货两讫的规矩，从未有失，既有旧例可循，到我这儿更无可能出岔子。4大票号的借贷足够周转，速去安排。是。瞧瞧，离了那谢氏，我顾家一样风生水起。待这2笔生意做成，便将采儿迎进门。她如今有了身孕，这才是真正的双喜临门，祖宗庇佑。老夫人说的极是，若城里早些接管家中生意，只怕顾家如今的家业早就更胜往昔了。从前是我未曾涉足，如今一试才知，这经商之道于我竟如天授。从今往后，顾家大小事务，我必能游刃有余。好，我儿有此担当与才干，顾家交于你，为娘啊，便可安心颐养天年了。老夫人，少爷，天大的祸事啊！
何事如此慌张？月华沙，我们交不出货了。荒谬！原料充足，工期未至，何来交不出货？就在少爷您签约后不久，江南所有的血蚕丝一夜之间被一个神秘皇上收购殆尽。从别处调运，最快也需月余，我们注定要违约了。这不可能！签约前你不是查过原材料充足吗？老奴查过，确实充足无比。可谁能料到，短短2日，周边原料被采购殆尽，对方又是皇商背景，我们连是谁都不知道。不好了！4大票房的掌柜以顾家丝绸生意为由，要立刻撤回所有借贷，命我们连本带利即刻还清，否则3日后就来查封所有田产宅邸，用以抵债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得到消息？少爷，边境的货我们刚备齐，对方却单方面取消订单，我们血本无归了。原料被断，钱庄逼债，货财两空，这顾家100年基业竟要断送在我眼前，这究竟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去找新的生死源，去找钱，去找客户啊！少爷，找不到啊！江南最好的丝源都被皇商垄断了，市面上流通的钱，一听说是咱们顾家借贷，利率翻了3倍都没人肯借啊。至于客户，他们都说只认少夫人签的线，不认我们顾家的招牌。快去把少夫人请回来，用8抬大轿去请，就说顾家不能没有她，我这个老婆子求她回来。是。这几日若是有顾府的人求见，就替我直接回掉，说我不在顾。是啊，他们如今的窘境不过只是开场，如今根基已死，大厦将倾，正是天理昭彰，暴雨不时。但小姐与顾家还有御赐的婚姻，如此会不会连累到您啊？站住！你去哪？去市集买些糕点。去市集需要带着全部细软。是，我要离开顾府，怎么了？眼下困境只是暂时的，你信我。信你？顾城里，你还在做梦吗？顾家完了，钱没了，势没了，彻底完了。怀着孩子，你能去的？去哪都比留在这儿等死强。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定能护你们母子周全。顾城里，你这责任心来的可真不是时候。我就爱吃10街口10两银子1盒的糕点，爱用锦绣坊限量供应的胭脂，出门非锦缎不穿，非车马不用。现在的你给得起吗？你让开！既怀着顾家血脉，今日哪儿也别想去。顾家血脉，顾城里，你还真信这是你的骨肉啊？说什么？我说你蠢，你真以为一次就能让我有孕？我当初急着攀上你，就是因为我等不了了。我要为我肚里的孩子找个像样的爹。可现在你顾家倒了，我当然要趁早去给他找个新靠山。放开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把这个关到柴房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少爷，是否请个大人？我说了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假的，全他妈是假的。假的。全是假的。怎的吃这么多酒？酒多伤身，我给你端碗醒酒汤来。省省！从今往后，什么权势浮华都与你我无关，我只要你我平安顺遂，相守相依，这日子啊，千金不换。省省！我错了，省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城里贪墨军饷，构陷发妻，罪证确凿，念其祖上军功卓著，免其死罪。即日起，削去所有官职爵位，顾城里及其母王氏流放漠北，贬为奴籍，特准谢氏如生合离，发还嫁妆，婚嫁自主，亲子。顾家100年基业，竟葬送在我手中。你口口声声说我背叛感情，可你呢？省省，这么多年情，你不也对我顾家赶尽杀绝吗？说到底，我们终究不过一路人。是啊，顾城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倒是忘了，我跟你交往是你当初跪着求我的。我跟你交往是你当初跪着求我的。
是不是很可笑？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断问自己，午夜梦回的时候你会不会悔恨？会不会不敢回忆这么多年说过的每一句话？因为每一句都足够让现在的你千刀万剐，死千千万万次。生生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人与人心性之差，或比人与禽兽，所以我无法理解你如何能够坦然的背叛，甚至坦然的为了自己的私欲污我清白，因为你我本就是云和泥，明珠与榆木的区别。这段日子我不断告诉自己，错不在我，不是我负了你，我找了所有借口，就是不想接受我亲手毁了我们的感情。如今这个局面，拿起我了，对不起，生生。你的忏悔不过是因为我有拉你下马的能力。倘若今日输的是我，你还会跪在这里说这番话吗？或许我早就死在你们联手陷害我的那方小小卧室里了。顾城里，鳄鱼的眼泪莫再流了。官兵在柴房找到林采儿的时候，她因小产失血过多，又无人救治，已然油尽灯枯，怕是熬不过这几日了。对了，我递去东宫的拜帖还是没消息吗？惠小姐，没有。奇怪，连日递进东宫的拜帖皆无回应。嬷嬷，你可曾听闻宫内有何变故？一切如常。这位将军，请问东宫近日为何增派如此多守卫？不知夫人是？我是贵妃娘娘顾娇，今日入宫叙话，顺路来拜访太子殿下。殿下已被禁足，不到半年之期不可出，你还是改日再来吧。禁足？宫中竟无半点风声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具体缘由末将不知，只知2月前殿下与圣上密谈后便被禁足于此。2月起是顾家出事之前？难道？小姐，我们这是去哪？太子之所以地位稳固，不仅因他的嫡长身份，更因他多年在北境军中树立的威望，手握一支只听命于他的精锐北齐军，这也是他抗衡其他皇子未来顺利登基的最大保障。他们定然知道太子发生了何事。谢姑娘，殿下2月前就已将北齐兵符交予陛下，如今东宫与北齐军已无瓜葛。可是因顾家之事牵连了殿下。其实早在姑娘求见殿下之前，殿下手中就已掌握顾家贪墨的铁证，按律顾氏满门当流放未遂，包括姑娘。他早就，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我提供给他的证据。况且要让陛下特准和离，光凭那些证据还远远不够。所以他用兵符换我全身而退。正是。半年之期已满，主子总算能重见天日了。殿下早就掌握了顾家的罪证，所以根本没有必要与我交易。是。殿下掌握了罪证，却迟迟不动手，是顾及我与顾家的姻亲关系。是。所以也是殿下故意让我知道你在查顾家，引我主动找你。是。为何？唯有让你觉得是场交易，你才能心安理得地利用我脱困。为何要等我亲手布局？有些恨必须亲自了结。我若代劳，你心结难消。不要利益，不求回报，甚至交出兵符。殿下所求究竟是什么？谁说我不求回报？一求生生眉间无愁，岁岁欢愉；二求生生路途平坦，万事胜意；三求生生泪痕不染，笑颜长存。怎么尽是替我求？那你呢？自然也有。求的什么？带你去个地方，这里视野如何？北定城最高的地方，北定城最高的地方，能俯瞰一切，再也不是一方庭院，困住一个个绝望的灵魂。世界很大，所以你的退路和依仗，永远不是爱你的人。顾城里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你的退路，一直都是随时可以离开任何人，也照样风华绝代的自己。春色叶子楼台跌落，眼中豪情都虚设，沉默着。你成亲那夜，我也为你放过一场烟火，那是我女儿，今生与你再无。那天的烟火，原来也是你。萱萱，是我不好，不该提这些往事。姿态比我更深啊，再求年年岁岁，常伴生生左右。偏偏就有时雨，有时晴，有时风儿轻，飞檐低空掠过心带劲。
互相懂，互相信，牵你点缀放定，就问何处能得你？偏偏就又是雨，又是晴，又是伏而起，落花跳入云姐姐，这儿今晚还要跟娘亲睡。不可，你已是小小男子汉，当自立。这儿要娘亲，这儿就要跟娘亲睡。昨夜你已占了他一晚，不若这样，你去找乳母，爹爹明日许你吃一颗蜜桃。那好吧，这儿要2颗。成交，爹爹许了。我去找乳娘了。这儿呢，方才还闹着要我。怎么了？彻儿刚刚说今晚不想跟你睡，今晚就陪我。那太子殿下，快处理宫，在这陪我。好。偏偏就又是雨，又是晴，又是伏而起，落花跳入眼，翅放出息，闭合我幻。